1981年，越南飞行员乔清禄因不堪忍受越南的统治方式，所以在一次执行侦察中越边境的特殊任务中，带着另外9个人走上了逃往中国的道路。他们一路坎坷，在越军的追击下，最终成功落地。直升机迫降在了中国广西的一片红薯地之后，落地之后，乔清禄等人受到了中国的接待，并且生活非常幸福。可见这次出逃非常成功。而载着乔清禄出逃的直升机，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美制 UH-1H 通用直升机。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架被称为越战明星的直升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UH-1H 直升机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名一样，它有一个非常正式的名称，叫伊洛魁，是不是很霸气？当然，人家作为一架直升机还是非常有自己的尊严的。它也有一个不那么正式的绰号，叫修一。不知道为啥听到这个绰号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个光着脑袋的小和尚。不过这个绰号很了不得，因为到了后期的 UH-1N 这个绰号就已经被扶正，并且被正式赐名双修一。有没有一种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感觉？当然就名字而言，在海军陆战队还有一个更加霸气的名字，他们把 UH-1H 通用直升机叫做毒液。看到这个名字，就好像已经感受到了它的威力。当然，对于 UH-1H 通用直升机而言，霸气的不仅仅是名字和绰号，还有它更本质的东西。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 UH-1这个直升机家族了。它是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旗下的一种美军多用途直升机。这个直升机大家族拥有特别多的改型，也就是说，咱们今天讲到的这个 UH-1H 通用直升机，它的兄弟姐妹非常多，而 UH-1H 只是这众多改型中的一种。不过，相比于 UH-1H 那些兄弟姐妹们 ，UH-1H 在 UH-1通用直升机家族里面是产量比较大的一个直升机型号。它作为 UH-1D 的发展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升级版，和 UH-1D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发动机。它采用了功率高达1044千瓦的 T53L13 涡轴发动机，代替了原来的 T53L11 发动机。发动机相当于一台机器的心脏。很明显 UH-1H 的心脏更加强大一些，这也是它能够做到产量那么高的原因之一吧。谈到产量，我们不得不用数据来说话了。1967年9月，美国陆军收到了贝尔公司交付的最初319架 UH-1H 通用直升机，随后开启了它的产量输出之道。仅仅是我们能够了解到的订货就有很多。美国陆军曾在1971年1月再次购买了300架此型号的直升机，新西兰空军也购买过9架。在1971到1973年间 ，UH-1H 的总订货量达到了560架。到了1974年9月，美国陆军再次签订了订购合同，合同中明确写着，美国陆军购买54架，金额为1.19亿的 UH-1H 通用直升机。这份合同上的机型一直交付到了1976年。1986年的时候 ，UH-1H 通用直升机的总产量已然达到了4668架之多，其中光美国陆军就购买了4620架。而且在早前的1985年第一季度 ，UH-1H 通用直升机的出口订货就已经达到了1317架。不过，这么畅销的直升机也曾在1980年12月临时停产。后来，土耳其要订购55架，为了满足土耳其的要求，这个机型才再度出山，重新恢复了生产。这笔订单于1984年5月逐渐交付给土耳其，直到1987年10月全部交付完毕。在中国台湾，这个型号的直升机也曾做出过一定贡献。1969年，中国台湾地区和贝尔公司签订了关于 UH-1H 通用直升机的专利许可证生产合同。在最初生产的计划交付完成之后，又增加了订货。最终到1976年停产的时候，一共生产了118架。当然 ，UH-1H 通用直升机之所以能够那么畅销，肯定不仅是因为改动了一个发动机。它还安装了可以用于在夜间以及恶劣天气情况下能够保持战斗的航空电子设备，这对于战场上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改进呢？不仅如此，在直升机的构造上也做了相应的优化，比如它的空速管从原来机头的位置移到座舱顶部，在此之后更是出现了 UH-1V 这种医疗运输直升机。曾经220架 UH-1H 改装成了医疗运输直升机，完成了 UH-1H 在医疗运输直升机上的改型。那么 UH-1H 究竟是一架什么样的飞机呢？我们用具体的参数来对它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就它的性能来说，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的座舱容积比较大，可以容纳1名驾驶员和11至14名士兵，或者是6副担架与1名医护人员，当然也可以是1759公斤的货物。第二，它的用途广泛，它不仅可以用于运送兵员、武装巡逻，还可以执行护航、救护、救生等各种任务。这样一个集容积和用途一起的直升机，主要有以下基本特征：成员2人，动力装置一台 T53L13 涡轮轴发动机，载油量832升，最大速度204公里每小时，巡航速度185到222公里每小时，实用升限3660米，最大航程556公里，续航时间2小时30分钟，活动半径136公里，机长17.40米，机高4.39米，旋翼直径14.63米，最大起飞重量4309公斤，两具70毫米14管火箭发射器。当然，这样的一台直升机还是非常容易辨别的。它的机身是扁平的，机关和大梁往上翘着，呈一个不明显的 V 字形。机身的两边有大尺寸的舷窗，视野开阔。主旋翼桨叶有2片，平尾是2片长方形的，它们被水平安装在大梁的后面。尾桨有2片，安装在垂直安定面的右边。同时，它的起落架采用了滑橇式，并且有防撞尾撑。UH-1的名号之所以被打响，是因为美国和越南的战役。在越南的战场上，人们第一次认识到了直升机对于现代战争的非凡意义，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启了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直升机作战的先河。美国陆军装备的 UH-1直升机在越南战争中一战成名，不仅展示了他们卓越的性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打开了市场，让 UH-1通用直升机成了世界直升机的代言。拉德龙骨地之战就是它表现最突出的一场战斗。在那场战斗中 ，UH-1D 扮演着紧急救援的角色，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假如当时没有这个型号的直升机，美国部队遭受的损失将会更大。越南战争之后，越南的空军也曾经接收了很多 UH-1直升机，但是因为他们不怎么维护，所以最终只剩下了1架 UH-1H 通用直升机。这架直升机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由乔清禄驾驶最终在中国降落的那一架直升机。他在中国的待遇还是非常好的，最起码能够安享晚年，还被陈列在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当然，这架飞机对于中国的直升机研究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这个曾经在战场驰骋一时的老将，现在的状况如何呢？据防务世界网站2020年7月27日报道，韩国陆军用自己研制的直升机代替掉了仅剩的5架美制 UH-1H 通用直升机。UH-1H 通用直升机在韩国曾经有129架，总计飞行时长为79万2000小时，飞行里程为 1.46 亿公里。在此前的2017年，台湾的 UH-1H 已经使用了近30年，不管是在筹载能力上，还是在导航的精确程度上，都无法满足于现在的需求。所以，台湾的 UH-1H 通用直升机在2019年2月6日通过台湾联合新闻网宣布退役。那时，台湾的 UH-1H 直升机已经不足10架，他们在2018年底被下令全部解除战备，结束了他们在台湾服役近40年的历史。虽然他们不再服役，但是仍然有任务在身，所以他们仍然处于热机状态，并且持续进行维修和保护。随着科学的发展，直升机 UH-1H 也在不断的完善，尤其是近年来自主飞行系统的飞速发展，让科学家们开始着手研究将自主飞行系统应用于垂直升降机。美国的一家公司曾经宣布，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的系统，让 UH-1H 直升飞机实现自主起飞和降落的功能。事实证明，这一大胆的应用势必会给世界的直升机带去更多更大的经济。世界在发展，每一个时代出现的产物都是一个时代的特征。UH-1H 通用直升机不管未来的境遇如何，它都曾经是一个时代历史的见证。本期关于 UH-1H 直升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